下班猝死后，我穿到了狗血大众小说，穿越后我继续兢兢业业上班，结果反倒成了炮灰。男主这边刚扣完我奖金，女主就拉着我的手安慰我，还冲我抛媚眼。男二看到后给整破防了，踹开我家房门要我好看。好，那就都别火。我反手送有表演型人格的女主去精神病院，报警逮捕闯进我家的男二。男主气得哆嗦，扬言要全世界封杀我。好消息，猝死后穿越活了。坏消息，我依旧是牛马。算了，在哪打工不是打，何况我实力强悍，到哪都是老板麾下一把好手。我整理好情绪，推开门准备见我的新老板时，一个玻璃杯就砸在了我的脚下。一群废物，这么久都没查到何珊珊的行踪，我养你们干什么？何珊珊、林泽安，不就是里面的男女主吗？那破推文视频打着教你快速致富的名头，打开结果是无脑霸总小说。我一边想着退路，一边低眉顺眼给林泽安汇报工作。工作时间没看到我在找人吗？是啊，工作时间，你找什么人啊？抱歉，林总，我这个月工资扣完。我看过原文，一般这个时候手下就该跪在地上求饶了。林总，如果您要扣完我这个月的工资，需要开职工大会确认才行。不过一个助理而已，我想扣就扣，我倒要看看谁能管得住我。劳动法，劳动法，劳动法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让他过来给我看看。旁边最初站着的秘书大惊失色，大跨步上前，在林泽安耳朵旁低语片刻。什么？那我真的扣不了他工资吗？秘书尴尬点头。之前那是因为之前没人告你。我再次露出笑容，举起手机给林泽安看，全程录音。林总想试试吗？沉默片刻后，我再次开口问：现在能看汇报了吗？从那次后，林泽安每次看到我都会故意移开视线，看得我更是连连摇头，不理解这种人为什么会当上总裁。而且这些天他一个项目都没做，光顾着找何珊珊了。眼见着我这个月绩效要为零的时候，我坐不住了，我冲进林泽安办公室，打开他手机，拨出何珊珊电话。他们自己有联系方式，不自己问，非让你查查他，真纯脑残小说看多了。林泽安表情刚调换到暴怒，电话里就传来了何珊珊的声音，他脸色瞬间调到惊喜，变脸可真快。不过我是个有职业操守的人，我绝不会。珊珊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为什么这些年不回国？哎呀，林总，我有点事先挂了。我不允许你挂电话，你要是敢挂，我明天就断了营业厅的电。你笑什么？老板，断营业厅电没用，你得把卫星断了。卫星？我给他买下来。是，您厉害，您去买吧。林泽安这才满意的收回视线，继续去给女主示爱。尴尬的我脚只能抠穿地心。今天我只做2件事，呼吸跟想你。我去医院体检，年纪轻轻的我居然骨质疏松，经过仔细的排查，原来是因为我听了你的声音，骨头酥了。林泽安打完电话，回头看向我说：你去给我办个事。我已经对林泽安的智商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一听到他说这话，就知道他要犯病了。给我去把卫星买下来。林泽安刷刷在白纸上写上数字，豪迈的递给我。够不够？不够再来问我要。我一脸麻木的站在原地没动。中文大写金额没写，章没盖，日期也没写，先别说卫星能不能买，就这破纸，我下去买瓶水，人家都得报警抓我。怎么少了吗？他邪魅一笑，又递给我一张空头支票，自己去填。我转身出门，告诉秘书拨打120。我怀疑男主是个傻子，秘书没打120，他好声好气，毕恭毕敬的去给林泽安解释了，看得我叹为观止，这才明白为什么人家是秘书，我是助理，有这哄孩子的内心。真是干什么都能成功啊！原文里其实没有对我这个身份的描写。就在我以为我只是个边缘人物，不会介入主剧情的时候，林泽安让我开车送他去找何珊珊。你能不能快点？开这么慢，你是故意跟我作对吗？这条路限速60，我怎么开快？蠢货，靠边把车停下来，我自己来开。我倒要看看谁敢拦我。我没上车，因为我看到交警就在前面。果然，他一脚油门刚轰出去，就被交警指着别停了。处罚、押送、教育一条龙。等我们从交警大队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我和林泽安沉默对视，眼见林泽安要开口说话，我提前跟你说过的。林泽安要骂我一顿的表情，我故作稳重的移开视线，再次确定要尽快找下任工作。这男主身边，我真是待得够够的了，而且我也不愿掺和主剧情，毕竟人不犯我靠，碰瓷啊！我刚想完，就感到后背一阵风声，我当机立断，弯腰就滚了过去，用力过猛，挥着拳头向我打来的林泽安一个没站稳，直直的朝着地上的女人扑了过去。玉和妾，林泽安狼狈的立马起身，暴怒的看向我。看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。林总，你别冲动。我伸手一指他身后疼得脸色发白的女人，她好像被你压得不轻。林泽安身形一顿，回头看向女人，女人两眼一翻，直接晕倒了过去。珊珊，我奖金被林泽安扣了，这次我确实有点理亏，就没吭声，先送他和何珊珊去了医院。泽安，这里好难闻，我想回去。林泽安安慰地哄过他后，回头看向我，空气换不了，要你有何用？两人亲热过后，何珊珊撒娇让林泽安去给她买吃的。我本想代劳，但林泽安非不，说自己买的香，有它的味道，珊珊爱吃。恶心的我差点没把昨天的饭吐出来。林泽安一走，我立刻收拾东西就要出去，没想到何珊珊喊住了我。何妾。何珊珊抬头看我，小鹿般的眼睛满是哀伤。按着道理来说，这一幕随便一个男人就已经上头了。可惜我满心只有工作，并且清楚何珊珊有多神经。何小姐，请自重。你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若是对我没感觉，又何必昨晚故意抱住我？不是，昨晚我们不是相撞吗？我不都把你撞飞了吗？算哪门子拥抱啊？我知你对我的心意，可我这辈子注定要跟泽安结婚，若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嫁给你。我靠，你谁啊？怎么我下辈子就要娶你了？我张嘴刚好回对，林泽安顶着满头绿色，一脸隐忍地站在门口喊我的名字。玉和妾，我只擅长上班，不擅长火葬场，所以我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回家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。林泽安那种脾气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与其这样，倒不如我直接去考个公，彻底跟他断开。想好后，我就着手准备写离职申请了。刚写了2个字，家门就被踹开了。深情男二上场了。其实我觉得他不应该叫深情男二，他应该叫疯狗男二。毕竟他所谓的深情，就是在女主拒绝他后，把女主绑架了。快要被男主的人抓到的时候，就癫狂的要带女主一起去死。最后死的时候，还高喊着真爱万岁，这不妥妥一个疯子吗？你就是林泽安身边那个助理。实话实说，他确实当不了男主，气势就没有林泽安爸爸。我听说因为你，珊珊和林泽安吵了一架。我看你长得普普通通，到底哪里夺得珊珊喜爱了？能看出他已经很破防了。说话！温飞上前揪住我的衣领，别给我装死！你冷静。温飞，你冲他发火干什么？温飞满脸不可置信。珊珊，你竟然为了他吼我！他眼中聚集泪水。我跪下来说：“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们？”不，你没有不如他们。何珊珊同样跪下来给温飞擦眼泪。你只是来得有些晚了。两人抱头痛哭，看得我那叫一个叹为观止。还没来得及拿手机录下来的时候，一阵强烈的霸道之气就席卷而来。果然，林泽安来了。我本想将舞台留给他们，默默离开的时候，就听到何珊珊用带着怨恨的声音说：“都怪你。”我脚步一顿，回头看向他。要不是你，他们根本就不会打起来。好家伙，自己既要又要，现在还怪上我了。我当场就不走了，砰的一声将门关住，在他们疑惑的眼神中拨打了110。喂，这里有精神病。没等他们质问我谁是精神病，我就又继续说道：还有那精神病带了个私闯民宅的。其实我没想整他们的，但我发现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。为什么要惯着他们？都是成年人了，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。110来的时候，林泽安和温飞刚打完，两人正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，说珊珊有多爱自己。最后扭头质问何珊珊，她到底选谁？何珊珊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，边摇头边往我身后躲。我哪能让她躲？我立马闪开。没想到这女人是针对自己够狠，我一躲她左脚绊右脚就把自己整摔了，然后红着眼睛看我。玉助理，你不至于得不到我就要毁了我吧？这下正在吵的两人不淡定了。林泽安瞬间抱住何珊珊，温飞则暴怒地对我喊：你竟然这么对珊珊，我现在就要打死你！话音刚落，
帽子叔叔就来了。这下现场的气氛瞬间就陷入了沉默。温飞脸上的暴怒还没调整过来，又新增了震惊的神情。你真敢报警？开玩笑，那不然我装的吗？他话都说到那份上了，帽子叔叔自然上前就给他铐住了，推着让他老实点，往外走。解决完温飞后，帽子叔叔严肃地看着我，同志，你说的精神病在哪？我立刻伸手指向何珊珊，何珊珊眼神瞬间躲闪，一脑袋扎进林子安怀里。我看出了他的恐惧，内心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。没人会自恋到和别人撞了下，就觉得对方爱他爱得死去活来，也没人放着健康的爱情不谈，非要看几个男人为他大打出手。这不是蠢，这是真脑子有问题。我看着林子安低声哄了何珊珊几句后，愤怒地看着我说：玉和妾，你得不到珊珊也不带这么污蔑的吧？她怎么可能有精神病？何珊珊感动地看着他，泽安，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带不走你。林总既然这么肯定，那带何小姐去测测又如何？我对着林泽安微微一笑，反正结果不会变，到时候才能狠狠打其他人的脸。林泽安表情立刻就松动了。何珊珊有些慌乱地拉住林泽安的胳膊。泽安，我害怕医院。林泽安回神，刚想拒绝我，婚前都要做体检的，何小姐这么不想做，难道不想嫁给林总吗？听见婚嫁相关的字眼，林泽安就像被按了开关，一把将何珊珊推给了帽子叔叔。还是带她去检查一下吧。何珊珊不可置信地看向林泽安，你不是说不让别人带走我吗？林泽安，你骗我！我没骗你啊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不算别人带走你。快要被带走的时候，何珊珊开始慌了。泽安，不要带我走，可以现在就去领证。林泽安瞬间心花怒放。真的吗？现在就领证？是，我们现在就去，现在立刻就去。那不行，林泽安瞬间冷静。等检查完再说。为什么要抓着这个检查不放呢？何珊珊表情癫狂，看起来真的很像神经病。可惜林泽安神经大条，一点都没发现不对。婚前体检是必须的，我们要圣洁的相爱一辈子，我们的婚礼流程也不能有瑕疵。我们现在就去结婚，体什么检啊？林泽安怀疑地看着何珊珊，你是不是不想嫁我？为什么一直躲避检查？是，我就是不想嫁给你，你个骗子！林泽安低头思索片刻后，说出了一句让何珊珊彻底疯狂的话。那你真的有病，正常人都想嫁给我的。最后，何珊珊被带走的时候，眼神是充满恨意看着林泽安。林泽安还得意洋洋地跟我说：你看珊珊快要爱死我了，那眼神感觉这辈子都不愿跟我分开了，所以我劝你尽快放弃，别想着珊珊会跟你在一起。请你从我家出去。林泽安忽略我的话，继续跟我炫耀。等我和何珊珊结婚的时候，一定请你做守卫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从中出力了呢。他那满是雄性求偶成功的味道熏得我眼睛疼，我当即举起手机。怎么，看到我的样貌你羞愧了啊？不过也确实应该。我林泽安是什么人？是 A 市的太子爷，我要什么没有？我就算现在要天上的月亮，嫦娥也得给我腾地方。我面无表情地按了1103的数字，林泽安脸色一顿，我缓慢地点向了拨通。下一秒，林泽安脚下生风地溜了。被温飞这么一闹，我辞职信也没写成功。正好到了工作日，我干脆直接带着去公司写，准备当面让林泽安给我批准。结果刚到公司就被秘书告知，林泽安正在办公室砸东西。听说女朋友进医院了。这么暴躁，应该是癌症吧？不，也可能进的是精神病院。我面色淡定，推门进去准备将辞职信交给他，第一个字还没说出来，林泽安就指着我说：你好恶毒的心思，得不到就要毁了他，你怎么敢将珊珊送进精神病院？不是林总您将她送去的吗？您亲手送她走的哦。林泽安眼神飘忽片刻后，一巴掌就砸在了桌子上。胡说八道，这全都是你一步步引诱我的。说完指着门口对我喊：我公司不留你这么步步为营、满脑子算计的人，给我滚！你被辞退了。我眉毛一挑，当即收起辞职信问：您确定要辞退我？是的，你被辞退了。如果我是主动辞退的话，是没有赔偿金的。但现在林泽安开口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他得给我一大笔补偿。我当即痛快点头，转身就走，直接去人事部报道。林泽安更怒，对着我吼道：不是，你还真的敢走？我没搭理，继续向门走去。玉和妾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从我这离职，明天就会被彻底封杀，没有人敢要你。我快步踏脚出去，林泽安怒极反笑：呵呵，行，有种。我脚步一顿，回头看向他。林泽安的表情瞬间转换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没这个胆子，不过你的行为还是惹怒了我。如果你现在跪下来朝着我磕几个头，或许我还能考虑将你留下来。赔偿金记得打我公司账户。什么？赔偿金？
是我辞退你，我给你什么赔偿金？劳动法规定，无故辞退员工需要给赔偿金的。我对着林泽安微微一笑。老板，你也想跟温飞一样进监狱凉快一下吗？昨晚何珊珊检查的时候，温飞已经被逮捕进监狱了。监控清清楚楚地拍到了他闯进我家的全过程，那罪行是铁板钉钉的。因此，我这话一出，林泽安瞬间就清醒了。他警惕地看着我。你要多少？按法律规定来。我冲着林泽安再次一笑，语气中带上了怜悯。林总，一路保重啊！这么多天待下来，我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和我那边是完全相同的，唯一不同的就是男女主身边好像有屏障一般，所有人在遇到他们的时候都会自动降智。也是这个原因，男女主才在我没出现前随心所欲、肆无忌惮的走无脑剧情。何珊珊什么时候能治愈出院，我不知道。但林泽安肯定也得为自己之前的行为付出代价，仅仅是支付我的赔偿金，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。因此，在我被辞退后的第3天，我就去了一趟税务局。接着，隔天林泽安就被传唤了，找他经济上的漏洞太简单了。林泽安为了彰显的霸总气息，什么都要用支票，什么都是记他账上，这一笔笔的账单走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。税务局挨个查过去，列举所犯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。林泽安的公司被查得焦头烂额，主动离职的员工一大堆。听说最后还查了几个会计进监狱，这几个会计是从林泽安父亲在任的时候就跟着的元老，手段不是很干净，当天就被押走了。给我听得叹为观止，好奇地抓着一直跟着林泽安的秘书问个不停。那林总呢？没坐牢吗？他还没有被解雇，也不好找下家，准备一直在公司干下去了。不过他已经不跟林泽安了，而是换了个上司。林总虽说为人比较霸道，但确实没做违法的事。回到家后，打开考公教材开始认真刷题。我今年必须上岸，按着原文中林泽安脾气来看，他肯定会找我报仇的。法律肯定会守护我的人身安全，但经济上肯定会被林泽安限制，所以举报林泽安公司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了。这次必须要考上。我考试的这段时间，林泽安正焦头烂额地处理公司的事，他卖了很多不动产，最后才补上了罚款。公司股东看到现在的情况，一同提议要让林泽安卸任，林泽安哪能同意？补完罚款后，又马不停蹄地跟股东干仗，最后还是不太理想。他被降为总经理了，这下对他来说可算是奇耻大辱了。经济日报接连报道了好几天，称这是豪门林家走向衰退的开端，看得我嘎嘎乐，精神都好了几倍。等我考完试之后，就住到了警察局旁边。果然，刚搬没几天，林泽安就找上门了。我打开窗户，确保对面工作的帽子叔叔能看到我后，才打开门让他进来。林泽安最近忙得很，脸色憔悴的那叫一个厉害。玉和妾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为什么要这么整我？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难道不应该是你做错事在先吗？你若是没做那些事，我怎么可能整到你？这么多年就没有人敢忤逆我，我就想知道你从哪来的勇气。他嗓门是真的大，我本身就开着窗户，他这一嗓子，对面的帽子叔叔立刻就注意到了。我看到帽子叔叔已经注意这边，当即掷地有声，对着他呵斥：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勇气。作为人民群众，我没有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的义务。你别跟我乱扯，什么党和人民，我看你就是。嘿，你说什么呢？对面的帽子叔叔隔着一条巷子，伸手指着林泽安：同志，你这个思想很不对啊！给我过来，我得给你上思想教育课。后面的结果就很显而易见了，林泽安被拉去上了一下午的思想教育课。后来听和我联系的秘书跟我吐槽说，林泽安最近好像有点病，张口闭口都是党、我党、基本政策这些词语，他都怀疑是不是准备考公务员去。不过这一切都跟我彻底无关了，因为我考上公了。拿着这个结果，我特意坐在林泽安公司楼下等着他出来，没想到等了半天，直到人都快走完了，一个挺着肚腩的男人盯着我看。我疑惑地跟他对视，他愤恨地看了我一眼。这大肚子男竟然是林泽安，他怎么在短短的时间发福这么多的？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吧。我眼神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他的肚子。喝酒喝出来的没见过人应酬啊。他源源不断地诉说这些天来他备受折磨的经历，说总经理这个活不是人干的，还说他现在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，早9晚6，上得他恶心。可上班不就是这样吗？我本身不用的。你本身不用，是因为有人替你干了。若是没人干，你也享受不了那么长时间。林泽安一点都没听进去我的话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对我怀恨在心。玉和妾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太得意。我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一开口，能让你在这混不下去，不会有一家公司敢要你的。不信？不信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封杀你。你封杀不了。
林泽安最不经激将法，当即拿起手机就要打电话。好啊，我现在就给你看看，我堂堂。别费事了。我打断他，微微一笑，对着他说：“你真不行，我考上公了。”一瞬间，林泽安的表情就凝固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改行了，现在干的是审计。我看着林泽安，叮嘱道：“好好干，可千万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哦。我可是绝对不会留情面的，一定会死死的盯着你的。话说，你刚刚想给谁打电话来着？没谁。”林泽安僵硬的对我露出了个三分凉薄的嗤笑，一句话也不敢说了。